这是世界上最赚钱的机器，它的核心部件全球仅有2个人能够手工维护。更离奇的是，只需要几个就能让这台价值数亿美元的机器减产几小时。这台掌握着数字文明命脉的机器就是光刻机，而制造它的绝对王者就是阿斯麦 ASML。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硅谷101，我是陈倩。在我们的 AI 选题当中，聊芯片、聊数据中心等等做了很多期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沿着产业链往上走到光刻机。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疑问：芯片制造触碰到了物理极限了吗？为什么技术进步如此缓慢呢？而人类会被锁死在1纳米吗？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从技术角度详细聊聊光刻机的现状与未来。ASML 新一代 High-NA EUV 光刻机造价飙升，英特尔抢先入手，台积电又为何犹豫不决？早就拿到了 High-NA EUV 的英特尔，为何依然没有量产2纳米以下的芯片？而不怎么知名的日本厂商 Rapidus 又为何开始了2纳米的试产？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都被芯片厂商给骗了。你手机里面的3纳米芯片其实远大于3纳米，那这背后藏有什么样的隐情呢？在我们的采访中，嘉宾表示，现在的光刻机硬件可能会持续使用10到25年，而真正的突破就在于如今大火的 GPU 与 AI。光刻机将如何突破物理与成本的双重围剿 ？AI 如何成为它进化的新燃料？而善于制造精密机器的 ASML 又为何多次因低级疏忽而导致股价大跌呢？为了便于理解后面的内容我们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光刻机的基本原理。如果你已经非常了解这些技术了，那可以直接跳到第2章，在这个时间线。拆开一台 DUV 光刻机，就会发现其实光刻的原理非常简单。首先是光源模组，负责发射波长很短的光，穿过印有芯片电路图的研磨板、光筒以及一组硕大的透镜组，将研磨板上的图像等比缩小，打到涂有光刻胶的晶圆上，这就完成了一次光刻。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小时候的一种玩具，在激光笔前面加一个刻有图像的透镜，就能打出成倍放大的相同图像。在光刻机中光路则是反过来成倍缩小的。当然，芯片制造的流程远不止光刻这一步，光刻胶被照射之后会硬化，后续还要经过显影、刻蚀、光刻胶去除、离子注入、薄膜沉积等步骤才能成为芯片。那么芯片呢，是由晶体管构成的，同样面积下面晶体管越多，芯片性能也就越强，而光刻机的分辨率越高，就能打印出更小的电路图。在 ASML 各地办公室的墙上，你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公式 ：CD 等于 K1 乘以 lambda 除以 NA。这就是瑞丽判据，决定了光刻机的分辨率上限，也意味着要缩小芯片制程，要么降低 K1 和 lambda， 要么提高 NA。我知道以上公式就有小伙伴看不下去了，别担心，我们接下来会用非常基础和有意思的解释来带大家看懂光刻机的最新进展。那我们先从光的波长 lambda 开始说起。那大家经常听到的 EUV、DUV 光刻机呢，是按照使用光源的波长来分类的。上一代光刻机采用的是深紫外光 DUV， 那如今最尖端的使用了极紫外光 EUV。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EUV 是如何产生的。注意看这条细细的线其实并不是一根线，而是以每秒5万颗速度喷出的 CD， 每颗 CD 大小为30微米，只有头发丝的1半。喷出的这些 CD 的喷嘴经常会被堵塞，而要更换喷嘴，需要将2根几乎看不见的线精细地缠绕在喷嘴处。这个过程无法使用任何机器，全球只有2个人可以手工完成，其中一个人名为 Joanne。所以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与 Joanne 握手的时候，请务必小心。而这个喷出 CD 的装置就是 ASML EUV 光刻机的光源模块。光源模块可以说是光刻机中最核心的部件了，如何稳定且高功率获得波长更短的光，就是光刻机进步的挑战之一。我们先来看看 ASML 是如何产生极紫外光的。
它们首先将高纯度的液态锡利用惰性气体施压喷出成锡滴，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细线，然后先用能量较低的激光轰击将锡滴打成饼状，再用高能量的激光轰击锡饼，形成等离子体，此时就会辐射极紫外光，再通过收集镜捕获传递到眼膜板和镜片组。但每次操作只能产生 0.0几秒的光，所以才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每秒需要喷出5万颗锡滴，同时激光要完成10万次打靶才能够产生稳定的 EUV 光源。这被称为激光等离子体光源，简称 LPP（Laser Produced Plasma）。虽然 EUV 光刻机2019年才正式投入商业量产，但 ASML 第一代 EUV 光刻机早在2010年就生产出来了。而当时无法投入量产的原因就在于光源部分的功率不足，只有不到10瓦，这就会导致每颗芯片需要曝光的时间更长，最终每小时只能生产5到10颗芯片。那直到2017年7月 ，EUV 光源功率达到了250瓦，才得以推动 EUV 光刻机的商业化。到2023年的时候 ，ASML 的光源功率呢是提升到了600瓦，那如今正在攻克1000瓦的目标。而这也意味着目前的 EUV 光源还会使用很多年，短期内要降低芯片的制程，不会从光源入手。光源的话，大家一般是不喜欢这个变光源的波长，因为你这个光源的波长的话，它其实不只是说只跟这个光刻机有关，对吧？因为它其实是最主要呢，还跟它后面的，就是你要把这个光相当于你曝光了，对吧？你曝光了之后的话，你相当于你要去做这个显影。然后才能把这个 pattern 做出来，所以针对这个不同光的波长的 resist 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光源是最后一个换的，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那就再换下一个光源。但是一个光源一个波长的话，会持续很多很多代，至少会到2035年到2040年去了。除了 ASML， 市场中的其他玩家呢，也在想办法攻克极紫外光的生产。比如今年3月，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就公布了一项研究，称可以在 ASML 采用的 LPP 方案中，利用固体激光器替换原有的二氧化碳激光器，同时将液态的锡滴替换为固体锡，由此可以缩小光源结构，并且增大输出功率。除了 LPP 之外，还有所谓的 DPP、LDP、SRS、FEL 等方案，那具体细节我们就不深入了。那有消息说华为东莞工厂正在测试基于 LDP 的 EUV 光刻系统，不过初期光源功率只有80瓦，计划于2025年第3季度进行试生产。那我们来总结一下EUV 光源的演进非常具有挑战，预计还会持续多年的情况下呢，目前提升光刻机精度的手段就要落在树脂孔径 NA 上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ASML 新一代的 High NA EUV， 它已经出货2年了，为什么还没有用于量产2纳米以下的芯片呢？提升 NA 会遇到哪些挑战，以及更加下一代的 Hyper NA 何时会到来呢？ Sorry, you have to take off your underwear. 那如果你在蔡司的无尘室里面听到这句话，可千万别当成是一句玩笑啊！因为在进入之前呢，不仅要穿上无尘服，而且内衣也必须要换成是无纤维的。这些严格的清洁措施是为了确保高树脂孔径透镜生产时的无尘环境，因为精度要求太高了，容不得一点灰尘。就是说把一个30厘米的这样一个尺寸，如果你想象它放大到是一个德国这么大，它的表面不平整度呢，就只有一个足球这么大。这就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如何理解它的不平整性。为什么 High NA 透镜的精度要求如此高呢？在解析 High NA 之前，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树脂孔径 NA 与 High NA 是什么。还记得前面展示的 DUV 光刻机的结构吗？光线要通过一组硕大的透镜组才会打到晶圆上， NA 表示这些透镜收集光线的能力。假设这里有一块凸透镜，当一束光进入凸透镜的时候，光路会改变，所以凸透镜能够聚焦光线，提高亮度或者光的能量。但如果光的摄入角度过大，凸透镜将无法完成这个角度光线的折射。所以要提升 NA 值，要么在焦距不变的情况下把凸透镜面积做得更大，要么增加凸透镜的曲率，也就是变得更厚。你可能会疑惑既然一个凸透镜就能够完成光线的聚焦，为什么光刻机中需要那么多透镜呢？简单来说，因为球面镜存在像场弯曲的现象，导致成像打到晶圆上时会被扭曲。
另外还会存在各种向散、畸变、会差等问题，所以需要加入各种透镜来补偿画面，将一片曲率大的透镜分成多个曲率更小的透镜，减小光学系统的误差，这就形成了硕大的透镜组。相机镜头的原理也和光刻机类似，有句玩笑话说摄像穷3代，大家的钱主要是献给了这些复杂的镜头设计了。但是到了 EUV 光刻机上，结构就不太一样了。大家可以对比下，左边是 DUV， 而右边是 EUV。主要原因就在于 EUV 的光线会被其他介质吸收，这时无论是透镜还是水都用不上了。那该怎么去做呢？他们的透镜呢，也用的不是一个传统的透镜，而用的是反射镜。反射镜呢，也不像是传统的大家熟悉的镜子去做新的一个镀膜，而是用一种叫做布拉格反射的技术。布拉格反射这个东西大家听起来也很基础，但大家可能在高中也学过。它的原理其实就像一个衍射光栅。衍射光栅的原理其实跟蝴蝶的翅膀非常像了，它是有很多小小的微小的结构在上面。然后当光打上去的时候，如果光波长对的话呢，它就会从特定的角度反射出来。它的那个表面的光滑度呢，要到1个纳米以下，就是一个原子尺寸的一个精度。所以到了 EUV 光刻机上，要增加 NA 值，就得把这样一块光滑的像三体中的水滴的反射镜做得更大。那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再做得更大呢？实际上做到差不多2米就差不多到一个极限了。它的平整度现在已经到一个原子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已经没办法做大了。有趣的是在其他业内人士看来，相比其他部件，制造更高 NA 的透镜都不算难事儿。那 High NA EUV 遇到的真正挑战是什么？为什么英特尔抢先订购了2台，而台积电却犹豫了很久呢？2014年 ASML 参加了硅谷的一个技术展示会，展出了初代的 EUV 光刻机实验品。不幸的是，由于光源功率不足，展示过程非常失败。这样的结果一度让台积电对 EUV 光刻机的信心降至冰点。同时，美国分析师也嘲讽到说，摩尔定律已死。然而，就在同一时间，第2代 EUV 光刻机，也就是 High NA 的研发工作却已经开始了。你可能又会疑惑了，为什么第1代 EUV 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High NA 就开始研发了呢？当他们设计 EUV 的时候，大家很显然的说是会排列一下，说哪些是技术难点。说最开始肯定是光学非常困难，因为这个光的波长也换了，极紫外光非常的不好控制，所以光学系统一定是最难的。然后可能是这个眼膜比较难做，然后可能是这个材料比较难做，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光源。但是实际上蔡司很早就把这个第一个事情来解决了，他们以为是很难的东西并不是最难的东西，最后发现光源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第1代 EUV 还在解决光源问题的时候，蔡司早就解决了透镜的难题，转而去研发第2代 High NA 了。那为什么 ASML 不一开始就用更大的 NA 呢？举例来说呢，光刻机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它把它的这个眼膜然后进行一个缩小倍数。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一个更大的参数去做呢，并不是说光学系统本身做不到，而是如果当它的那个倍数过大的时候，它缩小的过于小，会引起其他一些系统参数的下降。如果它的放大倍数过大的时候，或者说它的这个 NA 相差过大的时候呢，它的景深变成的过小。那么当它芯片的上下有一点点波动，放置的位置有一点波动，或者光刻胶的厚度比较厚的时候，它会造成高一点和低一点的地方得到的效果不一样，这就会造成系统其他级别的误差。然后同时呢，这个 NA 和它的放大倍数有关。如果它的放大倍数过大的话，它每次只能刻一点点芯片，那么它刻完整个 wafer 的时候，它需要的时间就非常多，然后导致客户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些芯片，每个芯片的成本也就更高。EUV 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效果，比如说是它的那个角度过大的时候 NA 过大的时候，光学的偏振效应会显现出来，这也需要再做后期的 correction。 但是当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补偿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那可能还是以前不是那么大的 NA 比较好。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High NA 需要预计至少500瓦的光源，所以呢 ASML 一直在等待光源功率的提升。来简单总结一下，提升 NA 之后呢，会导致缩放的倍数更大，也就是打到晶圆上的图案呢更小，这就会降低光刻速度，同时呢也会引起其他参数的改变，反而呢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修正回来。那么 High NA EUV 是如何提升的 NA 呢？这就要说到变形镜头 Anamorphic Optics。变形镜头是水平与垂直方向具有不同放大率的透镜组合，比如在水平方向上压缩8倍，提高有效分辨率；在垂直方向只压缩4倍，来补偿景深损失，降低光刻胶不平整度带来的误差。
这就相当于把一个正方形图案压缩成了长方形，所以它被称为变形镜头。就是在电影行业里面呢，其实现在是非常广的在使用 anamorphic 这样 optics 的原理。ASML 官方宣称High NA 相比第一代的 Low NA EUV， 将光刻机的 CD 从13纳米降低到了8纳米，打印的晶体管大小可以缩小 1.7 倍，让芯片制程推进到2纳米的节点。我们也在之前英特尔的那期视频中提到，早在2023年12月 ，ASML 就向英特尔交付了全球第一台 High NA EUV 光刻机，后来第二台也被英特尔收入囊中。英特尔对 High NA EUV 是非常的积极，但是全球第一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却犹豫了，其中最大的原因呢，还是在于钱。由于 High NA EUV 光刻机的设计更复杂，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第一代 Low NA EUV 的价格是在2亿欧元，但是到了 High NA 上，价格是来到了3.5亿欧元，也就是涨价了75%。所以就是它的这个一下子比以前贵了很多，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呢反而是变低了。虽然它就是说它的这移动的速度是变快了，但也没有变快2倍嘛。所以这最后就变成，哇，你还要去考虑说这2个 mask 怎么把它最后的这个芯片那个是能够接的时候还接的不错，对吧？而且还要这2个 mask 还要相互换，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Intel 就说，那我们要把这个 mask 做成一个不是原来那个方的了，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那个好大的一个，对吧？就是让它可以一次印出来。但是这个的话也是，就是至少目前这个整个 industry 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对吧？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台积呢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呢不是花费太多，然后它的这个收益呢没那么好。那它如果不用 High NA 的话，那它就去做一个 EUV 的这个 double patterning 或是 triple patterning， 对吧？那你这个分辨率的提高的话，实际上更大。所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考量了。由于 High NA EUV 采用变形镜头之后，反而使光刻的效率下降了。再加上目前行业对于如何使用 High NA 还没有达成共识，而且第一代的 Low NA EUV 也能够通过多重曝光来生产2纳米的芯片，因此台积电对于是否订购 High NA 呢也是非常犹豫。不过呢，犹豫归犹豫哈 ，High NA EUV 依然是下一代光刻不可或缺的设备，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台积电在2024年下半年呢依然是决定下单了。到这儿就有个问题了，既然英特尔早在1年半前就拿到了 High NA EUV， 为什么如今还没能够正式的量产2纳米以下的芯片呢？ Intel 它这次的话确实比较激进，所以它也是在实际上这个机器还没有完全ready 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机器拿进来了。因为这个 High NA 的机器，它现在已经不是说在 ASML 的工厂里面装好了，然后再拆了，然后再过来了。它现在是说每个它的 component 的话，实际上都是直接从它原来的供应商那儿就直接到了 Intel， 然后在这儿第一次把它组装，是吧？所以从它的调试的进度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是挺快的。今年的5月中旬，英特尔宣布它的18A 制程，也就是 1.8 纳米，进入了风险试产阶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虽然 High NA 还没能正式用于芯片量产，但是 ASML 已经在2024年6月提出了下一代的 EUV 光刻机，那就是 NA 值提升到 0.75 的 Hyper NA EUV， 预计将于2030年面世。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一样，提升了 NA 值之后呢，会导致光刻机的焦点过小，这也对系统的其他部件呢是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比如说，与 ASML 合作开发光刻机的 IMAX 先进图案化项目总监 Kurt Rance 就表示，在 High NA 的时候就已经将晶圆上的光刻胶涂抹得更薄了，到 Hyper NA 的时候，如何涂抹光刻胶也将会成为更大的挑战。在我们硅谷101的采访嘉宾看来，Hyper NA 距离实际应用还太遥远。接下来10年之内，光刻机的重点呢依然是 High NA。每一代的 NA 呢，因为它是和其他参数平衡的结果，所以每一代的 NA 都是至少是持续10年的。我们认为可以认为现在这样一个 0.55 的 NA 应该是接下来几年的主要一个统治的方向。不过呢，对于 Hyper NA 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商业上的难题。 As always, these machines can be very expensive, and for the industry it's crucial that they only buy the machines that can add value. So these machines have to be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that's what ASML is figuring out right now. 根据预测 ，Hyper-NA EUV 的造价可能会达到6亿多美元，但相比起 High-NA 能将 CD 降到8纳米 ，Hyper-NA 仅能够降低到6纳米。台积电连3.8亿美元的 High-NA 都嫌贵，那么 Hyper-NA 是否还会有市场，或者说是否有必要呢？我觉得还会有市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几年前的时候，这个半导体还是就是大家还是那个挺疑虑的，对吧？因为那个时候讲说这个平板电脑或者是笔记本电脑，这已经跑得足够快了呀，没必要再往下做了呀。但是呢，就是这个 AI 就出来了。当你有了这个大模型之后 ，GPU 的算力什么之类的是远远不够的。那现在呢，它能够把它卖这个3万美金、4万美金，对吧？而且还是供不应求，这就说明就是它能够产生的这个价值的话，是远远大于它的成本。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的话，半导体确实就又从我们以前的很多年都觉得是个夕阳产业，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朝阳的产业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再来简单总结一下哈，目前最尖端的 High-NA EUV 呢，预计今年下半年用于芯片量产，并且将主导光刻机行业10年左右。虽然下一代 Hyper-NA 的成本暴涨，但是随着 AI 的发展，芯片行业似乎又回到了朝阳产业。而 AI 不仅带动了芯片的需求，甚至呢还推动了光刻机的进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锐利判据中的工艺因子 K1， 看看光刻机对精密要求有多高。AI 以及芯片的进步如何去反哺光刻机？过去在英特尔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工厂内，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光刻机的产量总会莫名其妙地下降几个小时。这段时间内，工厂几乎无人操作，唯一的改变就是工厂外会刮起一阵风，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玄学？那么研究人员经过长时间的排查，最后发现原因竟然是屁大点事儿。原来这个工厂附近有一家奶牛场，每到凌晨1点的时候，风向会发生改变，将奶牛们放的屁吹到工厂里。由于屁中含有甲烷，会通过空气净化器进入无尘室，最后导致了芯片生产时良率下降。So Intel got only one opportunity, and they had to buy out the dairy farms in the vicinity, to get the problem out of the way. So you have to have software predicting the little aberrations and to keep the machine together, doing the things it should do, because for ASML it's crucial that it's able to predict how these machines are operated in daily life,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 imagine how vulnerable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ystem actually is. 那任何一点参数的改变都会影响光刻机的生产，所以近年来ASML 也开始利用 AI 来提升光刻机的生产精度。对芯片制程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就是工艺因子 K1， 代表的是眼膜、光源、光阻等各环节的成像性能和工艺复杂度。K1 越小，表示工艺提升的越多 ，CD 越小。而目前 K1 最大的提升点就在于光瞳与眼模板，由此诞生了计算光刻 （computational lithography）。那么在解释什么是计算光刻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需要计算光刻。在光刻机中，光线会将眼模板上的电路图给打到晶圆上，但如果直接将最终的电路刻在眼模板上，成像的画面可能会模糊不清。这个原因其实大家在高中物理课上就学过，如果让光穿过一个非常狭窄的缝，它就会触发波的特性向四周散开，进入原本照不到的地方，这就叫做衍射。而如果有2条缝，相邻缝隙之间通过的光会叠加，产生干涉现象，最终显现出来的是多个或明或暗的条纹。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光的双缝干涉实验。所以为了能够提升光刻精度，才有我们前面说的尽量减小光的波长，降低衍射效应。但当光的波长固定的时候，大家该怎么做呢？这就得利用计算光刻了。那计算光刻主要从4个方面下手哈，光瞳形状、光源、眼模板以及波前优化工具。我们先来看一下光瞳。光瞳上会有不同的图案，将光线调整成一定的形状，从而减轻某种方向上的干扰。
比如说我们要打出的全是竖条的形状，就采用这样的图形的光瞳，降低横向光照的干扰。眼模板电路千变万化，但是光瞳的形状比较固定，所以 ASML 对光源模块做出了一些优化，设置了非常多微小反射镜组成的阵列，名为 FluxRay， 用来控制局部光照，从而提高成像的分辨率。同时，由于光的衍射与干涉会让最终成像变得扭曲，此时可以在眼模板图案上的边角处增加一些额外的小孔，增强局部的进光量，就能修正最终成像了。这个过程被称为光学临近效应修正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简称 OPC。但光本身也带有能量，当光通过透镜时会加热镜片，镜片由于热胀冷缩，成像产生畸变，此时就需要波前优化工具来计算并且加热透镜组中共轭镜的对应位置，修正图像。值得一提的是计算光刻并不仅仅是修正光学误差，还有其他的物理化学因素造成的不完美。那随着芯片的电路图越来越复杂 ，OPC 也经过一轮进化，来到了逆向光刻技术，简称 ILT， 这也是目前提升 K1 的最重要的方式。那我们的采访嘉宾庞博士，正是因为对 ILT 的贡献，在2023年时当选了 SPIE 的 Fellow， 这是光学界最高荣誉之一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请庞博士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需要 ILT。我在这个 mask 上的这个 pattern 呢，可能跟你要印的东西是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我要印这么一个洞的话，那我能够反算出来的这个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洞，它是可能中间有一个洞，然后旁边有很多的环，对吧？那这个的话，你 OPC 就做不出来了嘛，因为你 OPC 你不知道它会长成那个形状，对吧？所以 ILT 的话，它是全局的这么样的一个优化，把它算出来的。OPC 是正向调整眼模图案，比如添加辅助图形、修正边角。这种方法更依赖人工规则，适用于相对简单的图形，计算量较低。而 ILT 则是利用 AI 算法逆向求解出最优眼模图案。那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哈 ，OPC 呢就像一家公司啥都想自己做，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呢？它可能还得衡量一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出方案。而 ILT 呢就像去找外包公司，你作为甲方，只要告诉乙方，我就要这个结果，甭管你用什么方式，你做出来就行。那随着 ILT 的出现，芯片的设计与光刻呢也是迎来了一轮改进。比如说庞博士最为人熟知的贡献就是将曲线逆向光刻技术呢引入了光刻和光眼模领域。之前芯片里的布线必须要横平竖直，否则无法制造对应的眼模板，但有了 ILT 就可以做出曲线的眼模。这样一来，芯片布线就可以变得更灵活、更紧凑，晶体管的堆叠也能更小更密，由此带来的芯片提升甚至比 NA 的提升还要大。你从 iMac 最近他们讲的就是我们的芯片上这个 pattern 如果变成 curve 的话，它可以 enable 3个 generation， 所以这个比那个就是从 EUV 的 High NA 到 Hyper NA， 对吧？对这个 industry 的它的这个贡献还要大。如何提升 ILT 呢？回到我们刚才的比喻哈，如果你想提升外包公司干活的效率，简单多给钱就行。而在 ILT 中干活的就是 AI 算法，那提升算力就能够变得更强了。那当然它算的这些方法的话也跟那个不一样，就是 OPC 它基本上是在这个 Polygon 上面去做的，然后 ILT 的话它全部是在这个 Pixel 上，对吧？所以它像我们做的后来的话也都是就是用 GPU 来做这个加速，因为 GPU 它是最适合做这个 Pixel 的这种计算的。 So they switched from, or they are switching from CPUs to GPUs, and for that they use the best GPUs, which are provided by NVIDIA at this time. So metrology is very much a part of ASML's, well, it's like a trinity. So they see metrology as one part of the equation to improve lithography even in the far future. 当然，除了计算光刻之外，其他流程也会提升光刻机的制造精度。比如说，芯片制造完成之后，会使用 ASML 的电子数测量工具检查缺陷，并将检测数据计算之后反馈至光刻机台，修正后续的生产数据。那更强的芯片能够提升光刻精度，而更高的光刻精度呢，又能够生产更强的芯片，就有点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意思了。
那我们硅谷101的子庆呢，也采访了 ASML 前机械工程设计师 Evan Tao。接下来我们让子庆加入我们聊聊这个核心的问题：光刻技术还能够走多远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庆。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说到光刻机的精度其实还与很多其他零部件相关，比如研磨板，它的移动加速度可以达到32G，大约是国产车的8倍。再比如晶圆台得处于浮空的状态，为的就是将移动的精准度控制在纳米级别。整个这个台座它是采取一个磁悬浮的一个状态，一个物体在空间有6个自由度嘛，因为当时我说的有 Twin Station， 就是 Twin Scanner， 根据那边扫描过的这个表面平整，它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它在曝光的时候，它根据那个平整的误差，它要及时进行调整。这样才能保证去应该叫修正它的不平整性。还有晶圆台的表面平整度高度误差要低于10纳米，为此 ASML 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ASML 角度来说，它有一些模组吧，应该是对平整度要求极高，所以说它需要专门成立这么一个部门去解决一个 traditionally 听上去非常简单或者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工作。还有很多因素就不一一举例了。正是因为芯片生产有太多干扰，所以我们定义是否攻克某个制程时，往往以良率是否足够高为标准，而不是生产出样片就完事了。我们总结下光刻机3大核心的现状：第一 ，EUV 光源还在攻克更高功率，极紫外光会使用到2035年甚至2040年；第二 ，High-NA 即将投产，预计在10年内都将是主流；第三，芯片性能与 AI 算法的进步将进一步推动光刻机的提升，同时在短期内，光刻机的提升也会更加依赖于 AI 算法。到这里呢，我们也来尝试回答一下开头的问题：芯片性能是否已经到了物理极限？科技会就此锁死吗？我们在之前英特尔那期视频中有提到，他们推出英特尔7工艺时，其实是10纳米工艺的改良版，但当时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删掉了一段内容。玩这种文字游戏其实怪不得英特尔，因为台积电与三星的工艺命名也不太厚道。虽然英特尔采用了10纳米工艺，但晶体管的实际密度其实已经高于了台积电和三星的7纳米，所以为了不在宣传上落下风，才改名为了英特尔7。其实我们一直都被骗了，厂商们宣传的什么5纳米、3纳米，实际尺寸甚至都还没有低于20纳米。那么芯片工艺的命名中到底掺杂了什么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简单科普一下芯片结构的演进。在28纳米之前呢，芯片上的晶体管都是这样的平面结构。那时的命名方式以晶体管的3级长度为准，这样大家就能大致判断晶体管有多大，密度有多高，这也对应着芯片的性能。但随着晶体管越做越小，由于量子隧穿效应，晶体管就很容易漏电。具体的原理呢，我们就不多解释了。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工程师们决定让晶体管长出鱼鳍，变成了名为 FinFET 的立体结构。结构大变后，要判断晶体管的大小，就不能只看3级长度了。毕竟有的结构可能一个3级对应了很多个鳍，这时就得综合考虑鳍片宽度、鳍片间距、3级间距等等参数，才能判断晶体管的大小或者密度。既然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芯片性能，那肯定是数值越小越好嘛。此后，芯片的工艺命名就是厂商们自己说了算了。像我们开头说的日本 Rapidus 公司，通过和 IBM 合作，在7月18日宣称自己试产了2纳米芯片，但根据 Tech Insights 的报告，这款芯片只能算3纳米。当然，这个风气的话，最早是这个台积电搞起来的。那个时候台积电还落后于这个 Intel 嘛，所以他整天到晚想着这个说怎么跟 Intel 去竞争呢？那他就开始把它每次往下的时候的话，他就不是讲它真正的这个线宽了，他就说每次我就是乘以这个0.7，对吧？所以我这个什么28完了就是20，然后完了就是16，然后完了就是12，对吧？然后就17，所以它到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几纳米的话跟这个上面的线宽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对吧？就是现在2纳米的话，它上面的线宽实际上也是20几纳米，就是或者说 pitch， 对吧 ？pitch 是30多纳米，这是它能够做到的这个极限了。所以芯片上的晶体管，不论是尺寸还是间距，都还远没有达到命名上的几纳米。现在芯片的命名逻辑主要参考的是晶体管密度，这也意味着芯片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近年来，厂商们更是转向了 GAA-FET， 相当于从平面结构的平方升级到 FinFET 的2层方，再升级到 GAA-FET 的多层方。
虽然这些房子的占地面积相同，但流过的电子数更多，就相当于房子住的人更多了，也变相的提升了芯片性能。But if you look at the real size of the structures, then the lines are usually 20 to 30 nanometers apart from each other. So it's a lot of marketing buzz. And ASML expects, at least that's what they told me, that before the atoms really become a problem and the systems become unpredictable, we will get to after 2040. So there's still a lot of room to grow or to shrink, actually. 回答下开头的问题啊，由于现在芯片上的尺寸还远没有达到几纳米，所以还有很多提升空间。而 ASML 官方认为，至少在2040年之前，我们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把时间还给倩姐，继续来聊聊，除了光刻机之外，市场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正在探索。好的，那谢谢子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聊聊，如果不用光刻机，芯片制造的另外一种途径——纳米压印是否可行？那如果把传统的光刻机呢比作是一台激光打印机，那么纳米压印光刻术呢就是活字印刷术了。它的核心原理就像盖章一样，把电路图案压到晶圆表面，在光刻胶上形成图案，通过紫外光固化光刻胶，后续再进行显影、刻蚀等步骤。主流有3种方法，分别是热压印、紫外压印和微接触压印。那具体的原理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这项技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1995年，华裔科学家周玉 Stephen Cho 就首次提出了纳米压印概念。2003年 NIL 被纳入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直到2004年，日本光刻机制造厂佳能开始深入研发。这个 EUV 出来的时候，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对吧？但是日本人的话，他们这个印刷一直是做的挺不错的，对吧？其实他们还是蛮有底蕴的。所以呢，像 Canon 他后来因为就是觉得说已经是没有办法跟这个 ASML 再去竞争了，对吧？所以 Canon 呢就开始去跟这个 DNP 啊，然后他们就去合作，就想说我们来做这个压印，对吧？2023年10月，佳能推出了第一代可量产的纳米压印光刻设备，号称实现了最小线宽14纳米，相当于5纳米制程。同时，佳能宣称未来有望实现最小线宽10纳米，相当于2纳米制程。But it hasn't proven itself on such a scale as photonic lithography, and also not there are a couple of struggles to keep it to do it in high volume production. 目前纳米压印遇到的挑战呢，主要有3点。那第一呢是模板成本高，传统光刻的眼模板比实际电路大了4倍，制造成本呢相对较低，而纳米压印需要1:1的模板，制造难度呢极大。同时啊，由于模板会与光刻胶和晶圆直接的接触，那会因为磨损导致精度下降，需要频繁的更换，这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成本。第二呢，就是产能较低。ASML 最新的 High-NA EUV 每小时可以生产185片。就这都被台积电诟病，而纳米压印呢，每小时的产量只有100片，平摊到每个芯片上的成本就更高了。那么第3呢是良率低下，由于纳米级电路非常脆弱，模板脱模的时候非常容易断裂或者变形。同时呢，我们前面提到，现在芯片变成了多层的结构，压印电路的时候需要将不同的模板一层层去对齐，那这其中的误差控制难度也高于投影式的光刻。另外，光刻胶的涂抹的平整度也要求更高了。那综合以上缺点，纳米压印在尖端芯片领域推广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但是用于结构简单、缺陷容忍度高的存储芯片的领域却很合适。所以他后来主要的想法呢是说能够用在那个像 Flash NAND 上面，但那些的话它是因为存储嘛，所以它有些地方是不 work， 它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最近呢，他们其实发现了这个，因为现在那个 packaging 变得很火了嘛，对吧？它那个好处呢是说，它那个东西很大，所以它其实不是说局限在一个 wafer 那个一个小的 chip 上，对吧？所以现在有些想法呢是说用这个技术呢，能够去做这个 packaging 的部分这可能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优势。那么前面我们从技术角度分析了光刻机现状与未来，然而除了技术问题之外，影响芯片制造以及 ASML 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治与经济了。
如今，美国希望将芯片产业回流，包括推出了芯片法案，要求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等等。虽然外界一直不看好在美国生产芯片，但说到 ASML 加大在美国的生产时，我们的采访嘉宾却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它这个行业毕竟和消费电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人工成本的这个敏感性会低很多。因为我当时在的那个 site 实际上就是美国最大的生产 site， 当时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2000多个人，现在估计能有翻1倍，4000多人差不多很有可能。对，那个地方也是一直在扩建，说他是想要更多的在美国制造，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然而，随着美国发起关税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ASML 将生产线搬迁至美国的决心，给 ASML 股价带来了不小压力。ASML 作为一家荷兰公司，为什么会受到美国政策的限制呢？一方面 ，ASML 光刻机中的许多核心零部件都用到了美国公司的技术，比如极紫外激光器来自于 ASML 收购的美国公司 Cymer， 所以不得不受到美国商务部的管制。那另外一方面就比较有意思了，那就是 ASML 的崛起呢，有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美国政府的扶持。1999年，美国发起了 EUV LLC 项目，用于推动 EUV 的技术研发。这个项目是为了巩固美国在芯片行业中的先进地位，但 ASML 却和美国能源部达成了协议，参与到了其中。此外 ，ASML 还有许多关键的技术来源于2001年收购的美国公司 SVG 硅谷集团。而要知道 ，SVG 的许多业务涉及到军工，然而最终美国政府依然批准了这项收购，只要求剥离 SVG 下属的 Tinsley 部门，也就是军用光学产品部门。而之所以美国愿意扶持 ASML 这个近邻，其实是为了打压远亲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具体细节呢，因为篇幅原因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如果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翻阅我们采访嘉宾 Mark Henjink 的新书《光刻巨头 ASML 传奇之路》。Mark 在 ASML 内部追踪了近10年，收录了非常多一手的独家资料。我们这期视频的一些故事也来源于这本书。而正是因为 ASML 与美国之间有多项交织，所以受制于美国政策。而 ASML 拥有5000多家供应商，供应链复杂度不比苹果低，他们的生产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因为我在阿斯麦和苹果都工作过，从产品 quality 的角度来看，阿斯麦你可以想象，你每一个零件都是手工雕琢出来的，它可以承受这样的高精度的需求，可能生产100个零件，有99个都报废的，留着你一个是达到它要求的，甚至说它每个零件的尺寸有误差，对吧？最后弥补出来成为我需要的那个值，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它的目的。但是苹果是不一样，苹果你要做生产，你是规模性生产，你要考虑的是就是统计学上的这些问题，正态分布嘛，简单来说就是说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产品几万几千万都是 consistent。 所以目前来看，光刻机生产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 ASML 的 CEO Christophe Fauquet 也在今年7月中旬警告称，受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 ASML 可能无法在2026年实现增长，由此也引发了最近股价的大幅度下跌。那有意思的是这名 CEO 呢也因此被股民一顿臭骂大伙儿就觉得你咋就那么实诚呢？本来财报不错，非有降低未来的展望指引，把股价给打成这样。那这也让我想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ASML 也因为财报提前泄露，导致了股价大幅度下跌。而在传记作者 Mark 看来，这也是 ASML 企业文化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生产着全世界最精密的仪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上又经常出现疏忽。 It was kind of funny because when it happened, I was just sitting with some people at ASML as it happened, and they were quite panicky because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software or a technical failure that caused the publication to be out there on a web server that could be traced. So this could be an error that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but it's typically ASML. So that's very much part of ASML's culture. Because they're always in a rush, they're always pressing deadlines and
that way you can tend to forget the less important problems. 虽然各国在光刻产业上存在政治与利益的分歧，但是我们从大众的角度上来看，依然希望能够看到这项技术的进步。因为光刻机投射的远不止晶圆上的纳米电路， AI 大模型的狂飙突进，深空探测器的遥远征途，深海奥秘的精准绘测，基因图谱的快速解析，无不依赖于这台精密机器。或许时刻是文明的最后墓碑，而光刻却是文明前进的引擎。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建，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